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每到夏日就必须要购置一个草编包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手拿包，以拉菲草独有的质感，加上一圈斜流苏的点缀，小巧又带点别致的饺子形状，为包包增添了一丝活力与动感。无论是休闲街头风，或者是度假沙滩风，这个流苏手拿包都可以完美的融入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棉拉菲草，另外准备了人造鸡皮绳作为它的流苏，其他配件使用到了网格片或者是塑料片，还有衬布以及磁扣一对。工具上使用了 3.5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、剪刀以及熨斗。成品的完成尺寸，宽大概30公分，高大概15公分。首先我们先将鸡皮绳裁剪成流苏，因为包身最后的总针目是128，我们可以先裁剪128条的鸡皮绳备用，每一条的长度大概20公分。后续在我们钩织包包时，会一并将这个鸡皮绳勾进包包里，成为流苏。接着钩织包包，我们以拉菲草环形起针，拉菲草在左手绕线之后，钩针带出线来。第一圈先钩织一个锁针，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圈里钩织8个短针，之后我会采螺旋式的钩织，所以每一圈的第一个针目都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剩下的7个短针，第一圈8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直接在第一个短针上钩织第二圈。第二圈在每个针目上各加1针，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环形起针的起始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之后再做修剪。我仍然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第一个针目里的第二个短针，之后每个针目都各加1针，这一圈一共增加8个短针，总针数为16个短针。接着第3圈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第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1个短针的加针，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内容总共钩织8次，这一圈增加8个短针。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接下来的文字节进行钩织。第1圈到第7圈按规律每一圈增加8针，而第8圈之后每隔1圈进行加针，一直钩织到第25圈，将这个底部拓展成一个圆弧形。第25圈之后就不再进行加针。如果你想让包包的深度再深一点，可以自行调整第26圈到第30圈的圈数，多钩织几圈也可以。而在钩织拉菲草时，拉菲草有可能因为钩织的动作而扭转，此时我们可以像这样子，以钩针为轴心转动这个织片，使拉菲草恢复平整，再继续钩织，这样针目的线条会更饱满。第30圈结束，包底就会像这样成为一个圆弧形。第31圈，为了接下来的针目容易辨别，我先在第5个针目上放上记号扣，第31圈，首先4个内钩短针，
从针目后方穿进钩针，再从左方针目穿出，钩织一个内钩短针。这是这一圈的第一针，我仍然放记号扣。接着第二个内钩短针，钩针穿进的位置会与前一个内钩短针钩针穿出的位置重叠，因此要看清楚钩针的入针位置，以免钩错针数。4个内钩短针结束，这样在前一行的每个针目会留下像人脊一样凸起的线圈，我们会利用它来固定包包的流苏。接着从下一个针目开始，也就是我做记号扣的第5个针目，这里容易被忽略。我们从这一个位置继续钩织接下来的120个短针。而最后剩下4个针目，在这里又连续4个内钩短针。最后4个内钩短针结束，在这里同样会留下4个人脊的线圈，我们也会结合皮绳。第32圈，我们要开始结合皮绳。我们取一条皮绳，将它对折，我们将钩针由上而下穿进这个人脊线圈，将皮绳对折的地方置于钩针下方，接着像这样勾出皮绳，再将钩针顺势穿进后方对应的针目，带出线来钩织短针。这样第一个短针就完成了皮绳的结合。每圈的第一个针目我仍然放记号扣，而接下来的3个针目也以同样方式结合皮绳钩织短针。这样这个皮绳就可以很好的固定在包包上，成为流苏。接着又连续4个内钩短针，每一次内钩短针所留下的人脊，在下一圈都会结合皮绳，流苏的位置也会慢慢往上递移。接着又连续112个短针，
接着又连续4个内钩短针，这4个内钩短针会在上一圈最后的4个内钩短针之前，而最后4个针目这里会有上一圈内钩短针所留下的线圈，也以同样的方式结合皮绳钩织短针。第33圈，先连续4个短针，接下来的4个针目是上一圈的内钩短针，结合皮绳钩织。在之后的圈数，每一次结合皮绳的位置会逐渐的往左上方递移。而每一次结合皮绳钩织之后，会有4个连续的内钩短针。而每一圈的结尾会与一开始相反，结合皮绳的位置会逐渐往右上递移。之后我们按文字解钩织，每一圈的针目安排如同表中的规律，大家可以依照表中的针法以及针数的安排进行钩织，直到47圈。第47圈结束，我们将每一圈的起始位置这里作为对折的点，这样包包的两面流苏就会像这样子斜向的安排，它们的方向是对称的。接着我要为它钩织提手。第48圈，先连续23个短针，接着到了包包这一面的中央，钩织20个锁针，跳过18个针目，从下一个针目开始又连续46个短针，将这个锁针链之后就会成为提手。46个短针之后，绕到包包的另一面，同样20个锁针，跳过18个针目，之后又连续23个短针，结束这一圈，完成另一面的提手。而这个提手的锁针链长度以及中间所跳过的针目，你也可以自行调整，只要确保这2个提手的位置是对称的就可以。而之后2圈，第49以及第50圈，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，遇到提手的锁针链时，在每个锁针也是钩织1个短针。你也可以多钩织一些圈数，
来调整提手的厚度。最后一圈，我要为这个包包进行收边。我们在上一圈的针目上钩织拉长短针，这样上一圈的短针就会被包覆住。沿边再上一圈钩织拉长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针目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就可以断线，利用缝针在包包的内侧藏好线头。接着我在包口的中心为它缝上一对磁扣。如果觉得包包有不平整的地方，可以用中温的熨斗将它熨烫平整。最后我们可以用圆形的塑料片或网格片，并且将它包覆着衬布，来加固包包的底部，使这个圆弧形的包底在使用时不易变形。这样这个带有一点民族风格的流苏手拿包就完成啦，带着它走入热情的夏日世界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